当地时间2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慕尼黑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明确指出，现在中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旧金山愿景成为现实，并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可持续轨道发展。此外，王毅还特别强调，要求美方解除非法单边制裁。中美高层的此次会晤还透露出哪些重要信息？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在慕尼黑现场报道。16号，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布林肯。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双方发布的新闻稿都用坦诚、实质和建设性来形容这次会见的氛围。王毅在会见时首先指出，去年底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成功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当前双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让旧金山愿景成为现实，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发展。为此，双方要坚持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积极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将拜登总统的承诺落到实处，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中美关系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旧金山，中美两国首脑达成了一些共识，而且双方的工作层都在为此进行不断的努力。但是呢，随着这种努力不断推进，也有不同的声音不断的干扰中美关系向前健康的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美国大选日益逼近，是拜登连任呢，还是特朗普回归？这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可以体现就是中美关系它的不确定性，和它的关键性。台湾问题是中美高层会晤的必谈话题之一。王毅这次对布林肯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美方如真想台海稳定，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官方通稿显示，布林肯在会晤中强调了保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观察认为，美国近年来强化大国竞合关系的竞争面，打台湾牌的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台湾地区2024选举结束后，美方多个代表团作秀式窜台。有党内舆论批评这是瘟神打卡，还有美国学者指出，一些美国政客不断挑衅，才是台海和平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春节期间又发生了台海巡部门追逐，导致4名大陆渔民2死2伤的不幸事件。国台办将其定性为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性事件。观察指出，在距离台独金孙赖清德上任还有3个月的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更为两岸关系增加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慕尼黑，中美外交高层必然也就此进行讨论。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大选年，因此更要避免台独势力尾巴咬狗，损害美国利益。那在对华政策上呢，台湾牌是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一张牌，因此呢，我想各方呢，他很可能充分运用这张牌，而且不仅仅台湾牌，其他任何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牌，都可能打出手。在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习近平就经贸科技问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指出美方在经贸科技领域对华遏制打压，不是在去风险，而是在制造风险。这些错误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最大的风险。美方应严肃对待中方关切，取消单边制裁，为中方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今年1月，王毅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泰国曼谷会晤的新闻通稿显示，双方同意就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边界进行进一步讨论。而这次在慕安会期间，王毅则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把去风险搞成去中国，建小院高墙，搞对华脱钩，终将反噬美自身。王毅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发展权益。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成为多家海外媒体报道这次会见的关键词。这显示，美方搞脱钩断链所引发的国际产供链混乱，已经损害了多国利益。各方都对中美在经贸和科技问题上的激烈竞争高度关注。这5、6年时间，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无论在贸易问题上，在关税问题上，在科技领域以及在其他领域，实际上都采取了一些单方面的
人为的一些制裁行动。这些行动不仅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无理的。因此呢，我们特别希望来排除中美之间的这些问题，使得中美关系能够尽早回到这个健康的轨道。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引用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来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滋扰盘查中国公民，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事情。观察指出，中美人文交流有所恢复，但美方仍在制造障碍。驻美大使谢锋近日在纪念中美留学45周年及中美青年新春联欢活动上表示，美方中国行动计划的寒蝉效应还没有消除。近期，佛罗里达州又立法禁止中国学生进入公立院校实验室工作，每月数十名留学生等中方赴美人员被拒绝入境。这些学生持合法有效签证，没有违法犯罪记录，出国旅游、回国探亲后赴美返校，入境时却被带进小黑屋接受长达8小时盘问，想联系父母却被拒绝，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被贴标签，甚至被强制遣返禁止入境，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中方以第一时间向美方表明强烈反对的严正立场，将继续坚决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美方不应将教育交流合作政治化、工具化。王毅和布林肯会见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美国务院官网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就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这是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和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竞争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还透露，未来几个月在一系列战略问题，包括在关键领域的磋商和高级别会议，两国将保持沟通渠道。中美外长时隔3个多月再次会晤，引起国际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此次会晤在中方驻地进行，时长约半个小时，双方都形容是坦诚、实质且具建设性。外界分析，中美关系目前止跌企稳，但今年还要面对美国大选以及岛内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上台等重大考验。预计中美外长通过此次慕尼黑会晤相互交底，避免再有灰犀牛类似事件冲击双边关系，同时也会把今年双边高层赴访、定期对话提上议程。外界注意到，自去年5月以来，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保持频繁接触的势头。这次王毅与布林肯在德国慕尼黑的会晤，是继他上月底在泰国曼谷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晤后，中美高层不足1个月再次会面。国际媒体对中美高层保持较高频率的接触表示欢迎。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is set to hold talks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Wang Yi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meeting as both seek to manage heightened U.S.-China tensions.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双边关系在很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两军关系恢复交流。进入2024年，中美各领域各层级沟通互动更加频繁。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1月先后正式启动，中美金融工作组日前也在北京举行了第3次会议。也有美国媒体认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拜登政府希望在经济、美债、商贸等议题上寻求中国的配合。